66个小时，终于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了。噔噔，圣诞老人村庄。回来了台湾3个半月呢，现在又要再一次的飞出台湾了。这一次预计应该会比上一次1年半更久一点的时间，因为呢，这次不是要去旅游的，这次呢是要来去工作的。那希望这一趟的旅程可以完全的顺顺利利，而且这次呢又再一次的完成了我的今年的生日愿望，就是拿到了欧洲的工作签证。我今天就是会带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次去欧洲的航段，整整要飞个3天才会到啊！那大家就看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会飞3天，现在就等一下开柜吧。第一次那么准时，我早就已经来到了机场了，3点20准时开柜，排在第一个拿到了机票。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航段吧。第一段是从桃园飞吉隆坡，这一段的话是6点20飞，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会抵达吉隆坡。那第二段呢是隔天的早上8、9点的时候，搭越南航空飞往胡志明，再来呢再搭越南航空飞往巴黎，在巴黎这边呢再飞到瑞典，最后才从瑞典飞到了荷兰万达。总共要飞了3天呢，是有点辛苦。那我这一段整个航段的票价呢，买下来其实是才12000左右而已，算是蛮便宜的单程票。这也是我找了很久找到了最便宜的一个航段。当然便宜就是要有代价的，比较辛苦一点。不过如果呢你是比较有精力的话，其实你每一段航段都是有很长的一个转机的空间，所以你都是可以入进去走走看看的。像是越南就蛮不错的，现在已经有开放了电子签，好像是只要900台币就可以入境越南了。不过这一趟我就没有进去越南了，就只是在机场晃晃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等等见啦。出门的时候，香香就一直跟我说，他们有准备惊喜给我。跟他说，惊喜当然是要留到我要使用的时候才会看啦。噔噔，这个就是他给我的惊喜。一早妈咪跟香香帮我准备的，让我带来飞机上吃的。在吉隆坡的机场里面，竟然还有一处室外的造景庭院，有个小瀑布。切记啊，这边可是禁烟区哦，不要不小心就把你的烟给点起来了。这个庭院里面非常严重的鸟屎的味道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到机场内部吧。自动升等商务舱可以躺平了，要去越南胡志明的路上，1个半小时就到了。我要来这边转机的呢，我错过了一件事情，我是来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在越南，你只要搭乘越南航空在
胡志明或者是河内转机，然后有长达6个小时以上，你是可以申请那种市区的免费 tour。可惜啊，它是要在7到10天前就已经先预定了，然后你一到机场的时候，在转机的地方就会有人把你接走。我原本都想说应该是到当地再来申请就可以了，结果呢，越南这边是不一样的，你必须要先申请才可以。很可惜就没有进去越南看看了。在越南的这边还要再转机8个小时。机场呢，就是像这样小小的一个，它两旁啊，都还有卖一些纪念品，非常越南的元素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像是就像在市集里面，不太像是机场的那种摆设。看一下，就这样在走道上，连星巴克都是越南的。1航向22到25的登机口这边走到最底，这边是可以洗澡的。所以如果你在这边转机比较长的时间，不妨就带一下衣物来这边冲凉一下吧。直美飞巴黎这一段再度升级成商务舱了，超赞的！搞了好久啊，现在终于又从巴黎出境了。刚开始下飞机的时候，我问法国航空的柜台说，我还没有拿到下一段票，可不可以直接进转机大厅，然后就过去那边拿票就好了。我到的时候是 T21， 那他叫我转到 T2B 那边就可以去拿到票了。结果过去那边搞了老半天，还是要入境。结果入境之后，因为我的行李是在 T21， 赶快又再走回来 T21 这边拿我的行李，然后等到了开柜的时间才可以拿到第2段票啊。搞了老半天，原本还以为是可以直接像香港一样有转机大厅，就直接在这边进来这边转机了。结果呢，就在这个戴高乐机场搞了好久啊。下一段的票大概2个小时就要飞了。法国的机场，看起来有没有就像是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那种感觉？还有在卖乳酪的。戴高乐机场真的是蛮大的，它光一个2航向就分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。一直到 K， 超大的一个。然后它每一个航站楼，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转机，下了飞机之后还要再坐转机巴士转过去。现在已经抵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，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北欧的风格，望远过去就是很简约的感觉，也就只有几间店而已。一间大间的免税店，另外一间比较大间的就是 Eatery， 就像是意大利一样 Eatery。我这样走没几步路就已经到最末端了。那这边有一处就是在候机的地方，有没有像是来到了 IKEA 的小书桌的感觉呢？这边就是有一片可以看飞机的地方。Thank you。这趟转机第一餐在飞机场里面吃的，不然一般都是吃飞机餐。这一趟需要等14个小时，所以不行，还是得吃一下。而且明天那一班它是联航的，北欧的物价就是不一样啊。来到这边已经是物价最贵的地方了。这个披萨呢需要548台币，还行啦。如果以北欧的物价来看的话，而且又在机场里面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那开动了，历经了66个小时，终于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了。噔噔，圣诞老人村庄，我又回到芬兰了。这一次的这个转机真的是
有点累啊，转了66个小时，去了5个地方。那我分别是从桃园先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，然后再从吉隆坡飞往越南的胡志明，转机大概8个小时，再飞到巴黎，飞行时间大约14个小时。之后呢，再飞到了瑞典。最主要等的最久的就是从瑞典飞到芬兰这一段。这一段明明是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芬兰了，但是却在瑞典的机场转机了14个小时。如果少了这14小时的话，其实是还蛮轻松的。就是最后这一段有点折腾到，对于像这样的转机的走法，如果在以不考量时间的状况下，你们也会选择这样的走法吗？其实每个地方都至少有6到8个小时的转机的时间，其实是非常的充裕，可以让你来回市区一趟。今天我们的来芬兰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之后还会有更多有关于芬兰的一些作品，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帮我们按赞订阅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